吃吗？超好吃啊！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鱼吧。买个 Uniqlo 马上变这样。红红好可停一个晚上，等等被埋住了。早安，这是往走车站前的主要道路，可以看到路上人车真的都超少。嗨，我们现在在往走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冷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北建海产物直售店。听说里面有好吃的鱼板，就是王走新鲜的鱼货做的哦。那我们进去看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吃？这边除了鱼板外，当然还有卖很多海鲜与海鲜加工品。好吃的鱼板。我想要吃哪一种？天哪，好多，眼花缭乱。然后再来选一个螃蟹，螃蟹是这个对不对？哎，还是这个？大叔螃蟹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怎么不像螃蟹的形状？哎，有哎，有螃蟹的形状。然后那个 Abby， 还有 Abby 有4个这么多，这个吗？还是你要这个？我差点是干贝。这个？干贝好了。干贝吗？好，就这样4个啦，怕太多吃不完。那就这样啊，就这样给老板炸。你看这泡面看起来好好吃哦，里面有一整只的海老。Abby miso lamb， 这是卡尼的。卡尼的螃蟹的。对。对。对。看都超赞。可以买吗？我想买。可以啊，买啊，买啊。好，那我要买这2个。他们这间店啊，只能供外带吃哦，然后不能内用，没有座位，所以炸好他就给你带走。去车上吃吧。圆形的这个是章鱼的吧？吃看看啊，看有没有那个章鱼的味道。很浓的味道，很鲜的。很脆吗？这个不脆，这是软软 Q Q 的，但整个在冒烟。如果天气冷吃，只要吃热的什么都好吃。好吃吗？超好吃啊！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鱼吧。我们旁边的海是2货刺客海，1、2月的时候啊，海边都会漂浮着流冰。这就是为什么往走这个地方，大家都会来这边坐捕冰船，就是因为这个流冰。这里是往走，再往东边好像开个15分钟吧，会到这个北滨车站。那它为什么蛮有名呢？是因为《非诚勿扰》这部电影里面也出现过，所以就是还蛮多观光客的。然后班次很少，刚刚有等到10点多的那一班，10点40的那一班。然后它是一个无人车站。不知道为什么这边都贴满了名片，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台湾的公司耶？有一个台中到桃园的高铁票，这边还有一个屏东人的留言，这边有一个小咖啡厅，不过11点才开。北滨车站呢，是离2货刺客海最近的一个车站。
这边也有写离鄂霍次克海最近的车站。车站旁有个简单的瞭望台，可以远眺知床连山。北滨车站，一座承载了100年历史的木造无人站。这座车站建立于1924年，最初是作为往走本线延伸时的终点站而诞生，见证了道东地区铁路开拓的起点。虽然在1984年转为无人车站，但它并未因此荒废，反而在2年后将旧站务室改建为咖啡厅。这里不仅是电影《非诚勿扰》的取景地，更是感受北国孤独与浪漫的绝佳角落。北滨车站不仅是日本最靠近海的车站，更是无数旅人灵魂交汇的历史驿站。很可惜，我们造访这一天是阴天，也没有下雪，海上也没有流冰。但这也给了我们再来一次的理由，下次一定要2月10来这里看看壮观的流冰，体验一下坐破冰船。没有自驾的游客也可以坐火车来王走站，再从王走站出发，搭乘火车沿着这条铁路欣赏冷冽的鄂霍次克海。很奇妙的传统，大家都会在这个 notebook 上留言。这些是已经写满的笔记本。这是旧站务室改建的咖啡厅、停车场，座椅与网棚都是使用旧型铁路客车的零件，复刻了昭和时代列车的怀旧感。OK， 11点了，开门了。走，可以。我们点了它的招牌海鲜拉面，可以看到有虾子、蟹脚、北极贝，还有鲑鱼卵，但面吃起来其实蛮清淡的。要离开时又遇到一班火车。除了观光功能外，可能还是有些当地的老人家需要火车往返于这海边沿线的车站。希望这条路线能够一直运营下去。这是没有流冰的流冰街道，怎么念啊？尊浦。所以如果1、2月来的话，可以来这里看流冰。现在看到的是斜里月、海别月，以及远音别月。这是往走的商店街，相当冷清，没什么人车之外，两旁的店家很多，也都是拉下铁门，没有营业的状态。看了其他 YouTuber 介绍，好像很多北海道城市都这样。面临严重的人口外流，所以整个城市越来越冷清。离开王走，我们要前往北见市的北湖牧场。我们来到了网路上 ，Google 评论说好像很破烂的北湖牧场，一个人的票是500日币。啊，多狐狸哦，胖嘟嘟的。聪聪好可爱哦！
北湖牧场没有网络上说的这么差啊，很多狐狸毛都很蓬，很漂亮啊。票500日元，真的也不贵，是可以来看看的。有些人说夏天来味道很重，狐狸的毛也乱乱脏脏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冬天。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味道。狐狸的毛也如现在所见，很漂亮啊。里面的狐狸很妙，都会跟你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反正规定也是不能去摸它们。如果是冬天自驾游的话，我是很推荐可以顺便来这走走，毕竟台湾看不太到狐狸，大概停留个半小时就够了。接着我们要开往2小时车程的旭川。现在外面温度没看错，就是-8，而且才下午不到4点哎。现在零下-6度，大雪湖都结冰了。途中会经过一个银河瀑布，不过都结冰了。然后就是旁边的另外一个瀑布——流星瀑布，但一样也结冰了。才4点半就黑成这样，下大雪。这个时候真的要慢慢开，保持超级长的安全距离。初恋的圆环。我们来到一间几乎都是当地人的拉面店，这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下雪，然后天气冷吧，冬天大家工时都缩短了，很多店都只开到7点，所以要吃饭要趁早。我们之后找到一间比较远的拉面店，但是评价很好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点的是辣的，大叔点的是原味的味噌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超酷的！北海道也有牛派。